你曾经幻想过出身豪门的生活吗？苹果创办人贾伯斯的女儿有一个世界级的富爸爸，但她却觉得自己根本称不上幸福，甚至还有点不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我的爸爸是贾伯斯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美国作家丽莎·布伦南，你可能不知道她是谁，但如果提到她的另外一个姓氏贾伯斯，那你应该马上猜到她老爸是谁了。丽莎的爸爸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苹果创办人史蒂夫·贾伯斯。在贾伯斯过世之后呢，丽莎出版了一本叫做《小人物》的回忆录，揭露了他跟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全球各地的果粉也终于能够看到贾伯斯私底下面的另外一面。不过有点让人遗憾的是，根据丽莎的说法，贾伯斯并不是一个好爸爸，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还对他造成过不少的伤害。贾伯斯真的是在外是伟人，在家是烂人吗？有贾伯斯当爸爸的感觉是什么样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贾伯斯女儿丽莎的亲笔回忆录《小人物》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注意，科技界的年度盛事来喽！2023 ARM 科技论坛即将登场，11月1日在台北万豪，11月2日在新竹国宾，千万别错过。今年的活动邀请了国内外多位科技业重量级人物分享，他们会带您了解车用、物联网、基础设施、行动运算和 AI 等领域现在最新的发展趋势。在短短的2天之内，总共有2场主题演说、2场关键对话，还有40场的技术演讲，绝对让你收获满满。如果你是硬体工程师、软体开发人员，或是科技产业的从业人员，都欢迎亲临现场造访伙伴摊位，与数千位专业人士直接交流。参加活动填问卷的朋友，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5 Pro、扫地机器人、无线降噪耳机、空气清净机等多项大奖哦！心动的话，现在就扫描 QR Code 或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免费报名活动，与 ARM 一起重新定义运算的未来。这本书的作者丽莎在1978年出生于美国，当时贾伯斯刚刚创立苹果不久，靠着 Apple II 电脑得到了初步的成功。虽然有个小有名气的爸爸但是丽莎在书中写道，自己对于父亲的童年回忆少之又少，一直都只有妈妈跟他相依为命。而当时他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的拮据，丽莎母亲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但她一直没有出名，也没赚到什么钱，需要身兼2份工作，靠着社福救济金跟亲友偶尔提供的金援才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也因为这个样子，当时他们不停的搬家，租过短期的小套房，也借住在朋友家的空房。在丽莎7岁的时候就已经搬过13次家，平均1年要搬个2次。甚至他们曾经因为买不起家具，只能够捡贾伯斯家里不要的沙发。但不巧的是，当天贾伯斯不在家，害他们只好翻墙进去偷沙发。事后呢，贾伯斯还拿这件事情来开玩笑。因此，根据丽莎的描述，他虽然有个知名度跟财力都非常丰厚的爸爸，但贾伯斯几乎没有参与他的童年。为什么贾伯斯会这么绝情呢？贾伯斯对于丽莎狠心的原因呢，很残忍，但也不难想象，是因为他根本不想要这个孩子。丽莎的妈妈布伦南跟贾伯斯在高中时期认识，两人的关系断断续续维持了很多年，但并没有正式的结婚。后来布伦南意外怀了贾伯斯的小孩，贾伯斯知道之后非常的不开心，咬牙切齿的冲出房子，直接开车离开。在布伦南生下丽莎之后，贾伯斯没有在第一时间过去看女儿，去了之后还一直跟周遭人强调说这不是我的小孩，拒绝提供2母女任何经济上面的援助。一直到1980年，加州政府代表丽莎的母亲对贾伯斯提起了诉讼，要求他支付子女的抚养费。但贾伯斯还是很坚持否认，不但在法庭上面作证说自己不孕不会有小孩，还透过律师宣传说丽莎的妈妈跟很多人发生过性行为，否定丽莎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一直到后来 DNA 的检测结果出炉，证实丽莎跟贾伯斯的亲缘关系为 94.4%， 这是当时技术能够测量到最大值，贾伯斯这才无法反驳，被要求支付抚养费直到丽莎成年为止。不过令人傻眼的是呢，贾伯斯虽然已经是法院认证的生父，但他后来还是在《时代》杂志里面嘴硬的说，美国有 28% 的男性都可能是丽莎的爸爸，暗示呢丽莎妈妈私生活复杂，跟很多人睡过。另外，根据书里面的说法，贾伯斯多年来呢都在皮夹里面放了丽莎的照片，会秀出照片跟大家说这不是我的孩子，但他没有爸爸，所以我会尽量的对他付出，打死不认这个丽莎跟自己有血缘关系。不过实际上，丽莎跟贾伯斯呢还是有过一段父女情谊。
丽莎在书中提到呢，她直到大概8岁左右才开始跟贾伯斯有比较多的接触。当时贾伯斯被踢出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陷入低潮需要支持，他每个月会到丽莎家里探望一次，跟丽莎父女俩呢一起去溜直排轮。但可能是因为长期缺少相处，两人在过程当中很少交谈。丽莎偶尔会感觉到爸爸的目光落在她自己的身上，但只要她一抬头，贾伯斯又望向别处，感觉不太想要跟她太过亲密。后来因为妈妈回学校进修，所以丽莎每周3的晚上呢会到贾伯斯家住，他们会一起吃沙拉、看电影、泡热水澡，但互动还是带有些距离。丽莎回忆说，有次她调皮地问爸爸说，她的保时捷哪天不想开的话，能不能留给她？没想到呢，贾伯斯却用刻薄的语气回呛说：“你想得美。”之后又补充：“你什么都拿不到，懂吗？什么都没有。”而这种状况呢，在贾伯斯结婚之后，慢慢开始变得越来越让丽莎窒息。在丽莎13岁的时候，贾伯斯跟他的妻子罗伦结婚了。他原本期待随着爸爸结婚，自己也能够顺理成章的成为新家的一份子。但在罗伦怀孕之后，他突然意识到，爸爸跟继母想拥有他们的孩子，自己终究是圈外人。反观这个同父异母的手足，从一出生就拥有爸爸跟一个完整家庭，想到这里，他就感到很难过、很孤单。更可怜的是，丽莎跟妈妈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紧绷。丽莎的妈妈眼睁睁地看着前男友与新婚妻子共享天伦之乐，自己却辛苦这么久，独自的把女儿拉拔长大。这种强烈的不平衡感呢，导致她把心中的不满都发泄到了女儿身上。在吵架的时候，甚至还会对丽莎说：“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生下你”之类的话。后来这件事情闹到连学校都知道，学校联络贾伯斯要他把女儿接过去，否则呢就需要请社会局介入。当时的贾伯斯就要求只有国3的丽莎在爸妈之间做出抉择，像是要她6个月不能够见妈妈，还提议呢改名去掉妈妈的姓，改成爸爸的。根据书里面的描述呢，丽莎跟贾伯斯同住的时候，很努力想要扮演好女儿的角色，像是照顾弟弟啊，主动做家事，希望获得爸爸跟继母的认可。而贾伯斯虽然偶尔也会对丽莎透露情感，但却也会常常做出感觉不怎么爱女儿的行为。像是在拍摄家族合照的时候呢，他不愿意让丽莎入镜。当丽莎跟他反映自己睡的房间会冷，他拒绝为她加装暖气。受邀参加婚礼时呢，他叫丽莎留在饭店的房间，不让她一起公开亮相，甚至还一度不愿意帮丽莎付大学学费。最后就连丽莎希望的一句睡前晚安，他也是想都没想直接拒绝。这种对待丽莎的方式呢，都让丽莎觉得他们不太像一家人。可是矛盾的是，当丽莎因为学校社团忙碌而不在家的时候，贾伯斯呢又会有点情勒的骂她说：“你没有为家庭尽到责任啊！你到底有没有想要当这个家的一份子啊？”到丽莎离家上大学之后，父女断联了几年，后来1年也见不到一次，双方的关系变得很疏离。时间快转到了2010年左右，此时的贾伯斯已经离癌多年，长期在家中休养。丽莎1个月会去探望一次生病的爸爸。他在书里面回忆说，去爸爸家的时候呢，他总是会忍不住想要从那里偷点什么，从牙膏啊、厕所喷雾到枕头套之类的居家小物，想要透过拥有这些东西更靠近贾伯斯一点。但是当他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后呢，妈妈却要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还回去，原因是如果留下了那些东西，你就会被贾伯斯家给束缚，你会被绑在那里。丽莎最后一次跟爸爸见面是贾伯斯难得主动传简讯给他，要他回家。两人一见面，贾伯斯就哭着对他说：“这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了。”贾伯斯跟丽莎道歉说以前陪她的时间不够多，但现在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一切都来不及了。同时他也向丽莎忏悔，表示女儿常年受到的委屈都是他的错，他多希望能够有一本说明书，好让自己知道该怎么样当一个父亲，并一再对女儿强调这是我欠你的。而根据书中描述，丽莎在听到这些临终告白后，她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也没有办法很潇洒的说原谅就原谅。最后她只好对贾伯斯说，也许如果还有下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当朋友。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一本以贾伯斯为主角的书，但是在阅读之后，我们发现丽莎才是故事的主角，而万众瞩目的贾伯斯呢，或许只是他人生里面很重要但终究遗憾的配角。与其说这是一本揭露贾伯斯私生活的书不如说这是一个女孩呢对于父母记忆的亲情书写，也是她对自身成长的真挚记录跟自我对话。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对丽莎细腻又生动的文字感到惊艳，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她明明贵为贾伯斯的女儿，却面临着我爸是全世界的但不是我的这样子的惆怅感，以及她在成长过程当中要经常忍受父亲若即若离所带来的孤单，读起来真的是让人蛮心疼的。
那话说回来啊，当我们说到富二代的时候，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戴着羡慕或是嫉妒的有色眼镜。但是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发现，即使是最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在回归生活之后，也都是凡人。他们跟家人的关系也可能非常复杂，跟我们一样有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因为情感没有阶级之分，我们觉得书里面写到那些丽莎跟父母的一些互动，也蛮能够让人产生共鸣的，有点忧伤，但又非常疗愈。非常推荐大家自己亲自去看看这本小人物，我的爸爸是贾伯斯，支持好书跟出版社哦。好的，那最后想要问大家，如果今天你是丽莎，你会愿意原谅贾伯斯吗？ A 会原谅，过去都过去了，希望在生命结束之前能够和解。B 难以原谅，他的行为对于小孩来说伤害太强了，会影响一辈子。C 不知道，这问题太难解了，一方面希望能够修补关系，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有些事情就是过不去。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小人物》这本书。此外呢，可以你这个地方看看亲职化儿童以及讨厌爸妈怎么办。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